拓竹 HRD 也是近期3D打印爱好者们讨论热度最高的一台机器了，它的各种性能参数，很多网友也有分享，说明书里也写得很清楚了。所以我想更多的从体验角度来分享一下这台机器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些参数带来的感受变化。我将从开箱到实际的打印出一些可动的多色模型来分享一下它的整个的体验。如果你也在考虑这台机器，不妨一块看一下。咱们现在一块开箱，很兴奋啊！一起来看它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新功能。我现在拿到这是拓竹 HRD 激光全能套装，就是10瓦的版本。先是底下把这个给打开，最上面是耗材盒的，这是激光雕刻的一些耗材，这是激光雕刻的盘，这是一块定位板，就可以把这个提起来。整体这个机器人配件这个物流过来，上面显示超过35公斤，所以一个人去搬动它还是非常费劲的，除非你是专业健身选手。可以看到我这台的这个壳子罩都是绿色的，它能阻止里边的激光反射到外面。普通版本是透明的，上面的盖子给揭掉。但是我一直觉得3D 打印和激光雕刻结合在一台机上其实有点奇怪，因为激光雕刻你加工木板什么的会产生很多烟尘，即使它也有很好的过滤装置，但那也是过滤到排到外面的空气，但是机器里边会有很多的烟尘，那就一定会导致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尘土会附着在机器表面和这个打印板上，各种元器件上。你3D 打印和激光雕刻来回切换的话会比较麻烦，除非就是一段时间你只使用其中一个功能，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所以它可以相对的节约空间。至少目前的我感觉啊，如果你这个空间足够的话，3D 打印就做3D 打印的事，激光雕刻就额外一台机器去各做各的，效率会更高。这是我开箱前的一些想法，那咱们还是实际使用一下，感受一下是不是它这里边的设计更合理，确实能够快速的切换激光和3D 打印，来改变一下我这个开箱前的想法。所以这些内容肯定是得自己使用过以后才能去得到一些感受吧。看看配件盒里有什么，色卡非常值得一用的，因为好多耗材的颜色吧，就是你看它的这个线材的颜色和它打出来之后是有色差的，然后这个是看它实际打印出来是什么颜色，成品的效果，然后上面标注了它是什么材料，包括它的软硬程度和色彩和透明度等等。刀切模组，因为这台机器的定位是一个个人制造中心，想把创客们在家做的一些事儿一站式的一台机器去搞定。打开就看到了 AMS2 Pro 的本体，标注也很明确啊，这些圆点都贴了贴纸，就是让你去操作的地方。就小细节设计都很到位。AMS2 Pro 戳在这儿就行。里边也已经标注好了这些红点的位置，就给它依次的拧开，就可以看到双头的本体了，两边都有切刀。看看这个磁吸打印板，这么大个，350×320的一个打印面积。这个后边线位的设计跟前几代机型也有明显的升级啊，就在这儿你可以直接很轻松就卡得特别准，之前可能会出现偏的状态，但是现在是两边都会给你限位。安全钥匙用于启动电源。网上大家分享一个容易踩坑的点，就之前的机器都是一台机器配一个 AMS 就能用嘛，现在是它有2个头，也就是你得需要2个 AMS 才能实现2个头分别去换料。如果你只有这一个 AMS 的话，就是一个头是可以换料的，另一个头只能用这个单耗材去进。AMS2 带有主动烘干，换料的速度会更快。2 Pro。上架，左挤出机，右挤出机，连一个就行。连另一头进这个右挤出机。OK， 一切已准备就绪了，是时候创造了，开始吧。屏幕用起来要比之前流畅一些，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现在我们进耗材，需要的耗材直接塞进去。检测到了 AMS 接入，第一次要初始化一下。湿度可以看到13%的湿度，然后这儿还有这个耗材的余量，也是可以检测到的。我们这个外边再外挂一个耗材，挂一点最常用的白色在后边吧。这儿需要手动推入更长的距离。好，已经推到头了，试一下进料，这个就拓竹的第一次进料，来看一下。好，现在打印一个小船来测试一下。不管多高端的机器，第一个打的一定是小船。延时摄影这屏幕上就可以选择开不开，没有 USB 存储，所以它这个延时得需要自己插个 U 盘。这边可以选择这些都开自动就可以。现在给它插个 USB， USB 永远得插2个。好，现在还是打不开，格式化一下。第一次插的 U 盘，如果它机器不识别，你就选择格式化一下就可以了。打印一个小船测试啊，这儿可以选择打开了这个延时摄影。高级设置里边还有热床调频，这些都是自动模式，现在是自动。屏幕上现在分别显示了康温28度，成型平台的温度55度。这提示我的门是打开的。平时打印 PLA 都要开着门让它散热，但现在它有主动散热系统，所以要求你是关着门的。然后这边再主动的排气，还有后边主动的散热。
OK， 这个第一个小船打印完了，咱们看看。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表面还是很丝滑的，镂空部分的这个悬垂的打印也没有什么掉丝的情况。底面。我们再去拓竹的 MakerWorld 下载一个可动模型，在拓竹更新后的软件中进行涂色，来对比一下黑白两种颜色的打印，选择省料模式来切片，它会自动提示我左右喷嘴的耗材分配。整体打印时间是1小时52分钟，总共消耗32.37克的耗材。切换回 XECC 的切片，打印时间变成了4小时45分钟，因为每一层都要换色。耗材总用量也变成了72.91克。现在打印完成了，咱们来一块看一下，打的分号。可动的小鲨鱼，再来打个多色的可动宝可梦模型，用 XEC 切个片，打印时间1天6小时54分钟，耗材用量600.38克。我们再来用 AEC 切个片试试，打印时间是1天7小时13分钟，耗材用量555.51克。切换回 HRD 省料模式切片，打印时间缩短到18小时15分钟，耗材用量也变成了463.96克。最下面给出相对于单打印头可节省233克耗材以及496次换料。那现在我们根据它的推荐方案来调一下这个耗材的顺序，先是把这个给退掉，然后把这个给它退出来。外挂是紫色，把紫色。耿鬼打印完成，打印的很完美，打出来就是一体可动的，支撑连接也很不错，很容易拆除，大块都可以完整掰下来。那总结一下拓竹 HRD 开箱的一个初体验啊，从开箱过程来说，它的体验还是一如既往的良好，就是除了它的体积和这个重量太大了，一个人可能没法把它从箱子里边搬出来，需要2个人配合，其他的过程1个人都可以完成，即使你不看说明书，里边有很明确的这些标注，你可以直接去完成开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多色打印的效果，2种颜色的一个可动模型，它完全不需要换料，直接一次打印完成。而且这个你看嘴巴，然后身体的可动效果都非常好，也没有错层什么的。2个喷头打印，混色的风险也更低。涉及到这种3个颜色以上的打印，那确实还是需要换色，但是也是效率会提升非常多。它会给出一个自动的这个耗材的匹配方案，告诉你怎么去放这个耗材会更合理。打印这么大的一个多色模型，它总共的换料也就这些，一个底儿。这个双头也不会带来任何这种错层啊之类的问题。你看它这是一个可动的模型，横面完全没有问题。转动它的舌头。里边这个舌头也是可动的，腿都是非常丝滑的，打印效果非常好。但也有一个问题是，拓竹 HRD 它现在的方案是共用1个打印头，然后两边有2个挤出的部分，也就是它2个头没法同时的去完成操作。一开始想的可能2个打印头，一个去进行换料，另一个进行打印，这样你去 AMS 换料的时候能节约更多的时间。但现在是不行的，3个颜色以上的去打印，还是需要2个头同时回到这个换料槽，然后去换料，然后还是有一个换料的时间。拓竹的软件有更新，使用起来也是非常流畅，没有什么复杂参数需要你输入，放入耗材自动识别，然后打印，它会自动识别这个机器里边一些配置。这个过程里边输入 WiFi 密码已经是我输入最多信息的时候了。其他步骤就是把模型拖进去，然后选一下机器自动同步，然后切片就 OK 了。为什么我打了2条这个黑白的可动的鱼？因为另一条多色打印的鱼是我们翻出了几年前22年 Snapmaker 的 G1，因为它是真正的一个双打印头，它这2个打印头可以共用1个 X 轴，但是它可以同步的去工作，同时在2边去打印。所以在后续的视频我会做一个对比，就是双打印头和单打印头，但是双挤出机去对比一个它的打印效果以及效率。另外它的激光雕刻呢会产生粉尘，这一次没有测评，我会把它挪到一个单独的屋子里边去进行下一步的测试。接下来也会把拓竹的激光雕刻功能和这些专业的激光雕刻设备做一个对比。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下期见。